持續要來關心的是，美日同盟是不是正式的破裂了呢？有一些跡象，等一下會來一起做關心。而川普在 G7 上面高聲訓斥高市早苗，大開玩笑，還嘲諷他也被成為一個焦點話題之一。再來就是等一下會看到高市早苗的這個民調創了新低。那麼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 ，G7 的峰會剛結束，場外的火藥味十足啊！多家的媒體特別引述了法國媒體的報道說呢，怎麼回事啊？在這一次的 G7 的晚宴上的時候，看到說川普跟高市早苗疑似爆發了非常激烈的一個口角，大吵一架，真的是這樣子嗎？而且一度是激烈到有很多國家的領袖必須要介入在當中来稍微緩和一下兩個人的情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有幾個導火線？我們先來看到，首先最重要的導火線就是這個了。川普呢再度的搬出了當年的珍珠港事件來比喻說，這個是對於伊朗的軍事行動。大家還記得嗎？這個是指的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哦。那大家還記得嗎？其實今年3月份的時候，當時這個高市早苗不是去了白宮嗎？跟川普一起接受記者的訪問。那記者問到川普有關於說，你去攻打伊朗，你有沒有跟你的這個盟友日本說一聲呢？結果川普是說呢，用了這個珍珠港事件來回應說，有誰比日本更懂得突襲呢？那讓在場的這個高市早苗一臉非常的尷尬哦。除了這個是這一次的導火線，就是川普又在提珍珠港事件之外，我們來看到川普在這一次的記者會上呢，也特別表明說他非常不滿意日本啊，在這一次他攻打伊朗的這件事情上面，日本完全都沒有什麼樣做的幫忙。再來另外一個導火線就是呢，他還是說了高市早苗是我的头號粉絲，引爆日本網友就痛批說，怎麼會是你的粉絲呢？不是應該美日之間是盟友才對嗎？美日關係是否已經出現了真正的決裂？再來就是川普再次的提珍珠港事件來比喻他對於伊朗的軍事行動，怎麼回事？呂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啊，日本不斷的修改它的一個課綱啊，修改到日本的年輕一代都忘記美國跟日本真正的關係是什麼。美國跟日本真正的關係不是盟友哦，美國是第2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日本是戰敗國。那為什麼在日本的境內有這麼多的美軍基地？因為那個是占領國對於這個戰敗國的實質上的進駐啊，所以日本要先搞懂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了高市早苗再使出任何的這個媽媽桑外交的方式一點用都沒有。那也不要講說到底握手握幾秒鐘了，真正握手握最久的，也就是川普總統到訪中國大陸的時候，跟習近平主席的14秒，那我幫大家都算過了。那這一次真正的核心點，也就是剛剛主持人講3月的那個，那其實前面還有很多章，那我們就不要耽誤時間。我們看高市早苗的這個神情啊，那時候川普的講就對吧？當年你們偷襲珍珠港，有提前通知我們嗎？高市早苗什麼話都不敢講，但是高市早苗回國之後，被日本右翼，尤其是極右翼修理的胡說八道的。所以這一次他為什麼要表達意見？因為他不想回去再繼續被修理啊。那我們現在講這麼多點啊，其實也是回到說，這個高市早苗呢，他現在其實是。他的民調不像當初那麼好了，而且我們來看這個民調，當初最好的時候他是69.9%，現在做出來是54.3%，那這中間已經下跌了12.7%。可是我们来看自民党的部分，自民党在4月的時候是25.7%，那到6月的時候是22.8%，它下跌的幅度呢，其實只有2.9%。那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當然不支持自民黨的人有，但是更多人是反對你高市早苗。好，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美日關係是不是撕破臉？其實不只是美日關係，另外還有就是美國跟意大利、英國跟法國的關係，跟他的盟友們，真的很多國家現在也看起來都是撕破臉了。我們先來看到跟意大利的關係，就是呢前幾天川普說了，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啊，在這個 G7 的會議上面一直要跟我合照哦，來懇求說要跟我合照哦，來展現他跟美國的好關係。梅洛尼聽到之後就非常的火大，他就說絕對沒有這件
件事情是憑空捏造，還嗆川普說先顧好你自己的支持度吧。好，所以呢，美意關係降到冰點。再來看到英國，因為有傳出說英國首相施凱爾可能會辭職，結果川普直接在社群幫他宣布了這件事情，也讓英國首相非常生氣哦。再來呢，看到法國了，因為呢沒有配合美國的中東行動，這個川普乾脆模仿法國人的口音哦，嘲諷盟友，並且呢提到說法國拒絕派軍艦來支持，他也借機諷刺這個法國總統第一夫人哦，曾經在公開場合和管教馬克宏的畫面，影射說馬克宏你的這個領導的風格實在是不夠強勢，種種的問題，楊老師怎麼看？吵架是表面了哈，川普的風格是導火線，但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真正的原因是整個世界格局改變了 ，G7 不再高高在上了，它也不是過去從70年代到現在。他們認為是在決定世界格局的這個主要的玩家了。你看這一次的伊朗戰爭從發生，然後 G7 也沒有了解到，日本也沒有了解到，你跟着老大你要跟緊，因為否則老大你怕老大拋棄你，但你就不能去，你必須要面對可能被老大牽連到他自己搞的糗事裡面去，你不能怕這個東西。所以當歐洲跟美國拒絕在美國的跟伊朗的戰爭當中任何的角色，甚至還譴責他們的時候，他就知道這個老大生氣了。那這個 G7 當然，川普就來這個從頭罵到尾，但他罵是他的風格，可是真的顯示的是什麼？你看這一次的這個伊朗，從4月7號到現在為止，有沒有什麼歐盟的角色？有沒有什麼歐洲國家的角色？有什麼日本、韓國的角色？什麼都沒有，都是巴基斯坦。然後呢，伊斯蘭海灣國家還有誰？中國。將來也就是說，這些 G7 國家其實已經就害怕，他現在害怕9月份當這個川習會在開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可能就形成中美共治，而不再是 G7 大家共同協商了？所以他這些國家從神壇上掉下來，他不再高人一等了，他已經變成什麼其次的中等強國了。所以以後你就看到，這個真正在我們剛剛一開始談到的伊朗跟美國的整個談判的過程哈，跟後來整個這種不穩定的僵局的轉變了，最後不一定會是在在歐洲的這個談判結束，而是在哪裡？而是在中美的高峰會上做決定。這才是真正的世界格局的決定者。雖然中國大陸是反對一國霸權或者是大國決定，但國際政治的現實哈。現在已經轉為從美國主導 G7 共同這個吃肉喝湯，但是呢轉為什麼中美共治 G7， 你就一邊涼快去吧。好，所以未來如果從 G7 正式轉為 G2， 就是美中來做共治的話，那我們也來看到，那日本呢？日本高市早苗有沒有選對人跟上呢？跟對老大呢？因為現在高市早苗也面臨非常多的壓力。我們来看到，到底怎麼回事？他的民調竟然是創下了最新的，来到有史以來最低的一個支持度，高市支持度下降到只剩下55%。6月份我們來看到自民黨支持率只剩下22.8%，這個數字是今年年初自民黨政治資金醜聞時的22.5%的低水平，包括年輕人、女性也不支持高市早苗了。孫委員怎麼看？对，在先前在日本曾經有一次這個年輕人的抗議哦，叫做要貓不要炸彈哦，不要飛彈。那麼這群年輕人他們訴求的將近幾萬人哦，包含在線上。他們就是對於高市早苗要走的這個新軍國主義抬頭這件事情，他們是高度保留的哦。他們甚至認為說這條路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道路。所以當然你說高市一上台之後，他希望這個靠緊極右翼哦，然後讓這個日本的這個軍國主義能夠重新復辟哦，那麼讓日本成為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他以為這樣的訴求可以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同，但事實上，顯然日本新世代的年輕人，包含女性的支持者，恐怕並不是持這樣的看法哦。那麼在日本，高市早苗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支持度下滑，這個有明兄是專家嘛，就日本的內閣永遠都是如此，首相剛上去的時候支持度很高，然後就開始慢慢的下滑。